惠姐姐今日这身打扮，倒叫旁边伺候的宫女都抢了你的风头。让妹妹见笑了，我这身子还未痊愈，实在没有心力打扮。倒是柳妹妹，今日这身衣裳格外华贵。端妃娘娘赏的东西自然华贵。我刚进宫，端妃娘娘便第一个召见了我，除了这一身，还赏赐了更多的好东西。到时候给你们见识见识。贵妃娘娘到！给贵妃娘娘请安。今日设宴，原是想看看众姐妹的风姿才艺，不曾想，却先听了一场嘴皮子功夫。都起来吧。谢贵妃娘娘。你是柳眉，这是何人给你选的衣服啊？回娘娘，是端妃娘娘所赏。娘娘今日设宴，妾身想穿得隆重一些。好，本宫竟不知旧女尚未册封，竟敢私着妃嫔服色。妾身实在不知情，求娘娘恕罪。既是不懂规矩，那便好好学学规矩。碧清，是。请小主跟我来，跟奴婢好好学学规矩。娘娘，求娘娘恕罪！娘娘，都愣着做什么？落座。我的脸！都在闹什么呢？马上就要进宫面圣了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姑姑，我的脸！你的脸怎么弄成这样子啊？赶紧让张太医过来瞧瞧。可是我……你什么你？难道你想顶着这张脸去面圣？这个惊吓圣上之罪吗？你且留在宫中静养吧。姑姑，我为这一天我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。姑姑，我又何尝不知？柳眉小主昨夜高烧不退，如今你又这样，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接二连三的出岔子？这是太后赏给各位小主的。多谢太后娘娘赏赐。妹妹请留步。姐姐，这马上就要面圣了，这是……我一夜未眠，心中总觉不安。云溪的事尚且算她是咎由自取，柳眉口无遮拦，得罪了兰贵妃，虽有我推波助澜，却终究是她自己性子太过浮躁。可萧柔她一向谨慎温顺，实在无辜。萧柔呢，她只是对凤仙花过敏，过几天就好了，放心吧。况且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呢？这是何意？其实还可以下手再狠一点，让他提前退场。哎，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
我送你的香囊，你可有随身带着？哦，这个一定要好好带着，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小说里，萧柔一露脸就惊艳皇上，当场封了常在。云溪用香囊引蝴蝶，吸引皇上注意，也被册封为常在。柳眉倚仗端妃提携，一开始册封为贵人，唯独女主历经坎坷才得圣恩。如今我把饭都喂到嘴里了，女主你可千万别掉链子。秀女知惠见过皇上，见过太后娘娘。怎么是蜜蜂啊？皇上，臣妾听闻古时候身带异香的美女倾城异舞能引来蝴蝶，没想到今日咱们这位小主竟惹来了蜜蜂。蝴蝶是有灵性的动物，自然不会被这些庸脂俗粉所吸引。二位娘娘所言极是，不过臣妾曾读古籍，其中载道蜜蜂者神虫也，引路采芳，钟情不懈。民间向来视其为吉兆，象征勤勉、长寿与富贵。今日花开正盛，能得神虫青睐，实乃臣妾的荣幸。秀外慧中，柔婉端庄，颇有几分当年先帝爷贤贵妃的风范。皇帝，你说呢？额娘说的对，既母后喜欢，那就赐封为常在吧，封号就为惠子。多谢皇上，多谢太后娘娘。一个常在，还赐予封号，还惠子，他也配？娘娘莫生气，依奴婢看，今日册封的几个常在全是敷衍。惠常在多了个封号，不过是皇上给太后的面子罢了。你没瞧，皇上都没多看他一眼。不知为何，本宫看到他那张脸，就觉得讨厌。上次花宴之后，新进宫的秀女10成里有7成都投靠了娘娘，只有那惠常在甚是清高，连个请安都没有。娘娘看他不顺眼，奴婢也觉得他碍眼。哼，姐姐今日气色似乎不大好啊。也是，宫中添了新人，以后我们这些旧人宫里，只怕是要更冷清几分了。本宫掌管6宫，若想热闹，谁敢不来奉承？倒是妹妹你啊，听说昨夜又叫了太医进宫，难道是这胎又不稳了？如今新秀女名分已定，很快就要安排侍寝了。妹妹你可要珍惜身体，别再无故腹痛。毕竟皇上膝下新人多，你这借腹争宠的伎俩啊，迟早要碰壁。见过太后，见过王爷。太后娘娘，今日晚上的主食是荞麦饭，还有玉米饼。看着就清爽可口。额娘，
昨日太医院过来复诊，可有说法？有啊，太医院的人替叶锦证明了，复诊过后，太医确认叶锦的药膳具有疗效，并且确认你那本医书有理有据，不甚妄言。哀家已经命人加印，抄录后发往民间，希望能广济百姓。太后娘娘仁德。14呀，啊，额娘，哀家身体已然大好，你可不必留在宫中侍疾，回你的王府去吧。你皇兄允诺，你成家以后再封你为亲王，你呢也该娶个王妃，为你开枝散叶了。不对呀，催婚的剧情怎么提前这么多了？额娘，儿臣不想成亲。这是什么话？哪个男子不成婚啊？对了，给你那些画像看了吗？可有喜欢的？儿臣不感兴趣，从未看过。胡闹！一会儿哀家亲自陪你看看。今儿这事儿必须有个定夺。额娘，真抽象啊！要从这些画里挑附近，难度不小。14，你看这个标志，配得上我儿。冷冰冰的，像个冰块儿，儿臣不喜欢。那这个呢？这个笑容可掬，看着就讨喜。额娘，您仔细瞧瞧，他嘴歪。哦，哎，那这个呢？气质贤淑，看着就可亲。儿臣倒觉得他的气质，倒像个教养嬷嬷。14啊，这些女子都是额娘为你精挑细选的高门贵女，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诚心跟额娘作对是不是？额娘，儿臣不是跟您作对，儿臣只是不想成亲。行啦，皇上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皇长女都出世了，现在第2批秀女都已经进宫了。额娘，那皇上是皇上，儿臣是儿臣。你要不选的话，来，额娘帮你选一个。这个呢，威武大将军的嫡长女佟家宝珠，你看，不仅容貌秀丽，还有大家风范，做你的嫡福晋。可是她……可是什么？就这么定了，不日额娘就宣她入宫，给你相看。不好吗？好，哀家也觉得不错。臣女见过端妃娘娘。原来是宝珠妹妹，快请起。多年未见，妹妹的风姿更胜从前了，真是亭亭玉立。娘娘还记得我？昔日在闺中见过几面，本宫对妹妹的印象深刻。今日进宫，可是随你额娘一同前来的？实不相瞒，宝珠此番进宫，是奉阿玛之命前来与14爷相看。只是听说14爷冷言寡淡，宝珠一介闺中女子，实在不知如何讨他欢心。片刻之后，若是见着了人，也不知从何说起才好。你倒是有福气，14弟不知是多少姑娘的春闺梦中人，没想到竟然花落你家。不过说起来，14弟那性子确实让人捉摸不透。娘娘是他皇嫂，可否透露一二，他喜欢怎样的女子？宫里有一位医女，名唤叶锦，厨艺不错，
医术也了得，乃是太后跟前的红人。疯传14弟与他……不过是宫中疯传之事，也不可尽信。妹妹听听便罢，不可放在心上。多谢娘娘提点，宝珠心中有数了。瑞珠姐姐，给太后做的点心已经好了，马上送过去。这点心并非太后想吃，今日威武大将军之女佟家宝珠进宫，她素喜吃甜食，太后觉得这个不错，也想让她尝尝。正好你就跑一趟，把这点心送给她吧。知道了。奴婢见过宝珠小姐，太后命奴婢来给小姐送点心来了。这就是14爷的相亲对象。小说里人设是吃货的，怎么看着不太好惹？你就是慈宁宫的医女叶瑾？正是。你与14爷什么关系？奴婢与14爷并无关系。是吗？我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言，听说14爷对你不一般，还听说你的腹中怀了14爷的骨肉。宝珠小姐，莫要听信流言，奴婢只是太后娘娘身边伺候的医女，与14爷并无私情。是吗？此物乃堕胎丸，你把它吃了，我便信了你。我信你的鬼呀！分明是毒药。怎么不敢吃啊？看来传言非虚。你说，若是我把这药吃了，说是你毒害我，皇上和太后是信你一个低贱的医女，还是信我佟家氏的嫡小姐？哎呀，不是，你疯了！我自幼便倾心14爷，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夙愿。我佟家宝珠绝不允许任何人挡我的路。王爷，王爷，点心是点心，点心有毒。传太医，这启禀太后，皇上，宝珠小姐确系中毒，且所中之毒烈性异常，幸而医治及时，否则恐有性命之忧啊！是何人敢在宫中下毒？宝珠小姐称，乃食用了医女叶瑾送去的糕点后，才感到身体不适。只是糕点皆已食尽，未留残余，是否尚有毒性，微臣难以判断。又是你！启禀皇上，膳房里每一样菜品都留有样品，太医院可以随时查验。样品只能保证膳房的食物无毒，但糕点自膳房取来，中途只有你一人，谁又能保证你没有在途中做手脚？但是奴婢跟宝珠小姐素未相识，无冤无仇。无冤无仇。你的腹中怀有14爷骨肉，却无名无分。如今我入宫与14爷相看，虽然成了你的眼中钉，肉中刺。太后，皇上，奴婢冤枉，奴婢跟14爷并无私情，更未曾有孕。太医在这儿一验便知。再说了，这个毒下的也太拙劣了，就算是奴婢起了歹心，也不至于如此蠢笨。14乃亲王，岂容你污人清誉，不知轻重。
太后明鉴，是她亲口告诉我的，否则臣女第一次入宫，如何知道如此隐秘之事？她声称自己怀有14爷的骨肉，以此激我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可我自幼便倾心14爷，如今得此良缘，如何甘心拱手相让？所以一时情急，与他起了争执。但臣女实不知，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。哼，我去，大风大浪都熬过来了，这回阴沟里翻船了，逻辑完美，表演在线，我竟无可辩驳。叶瑾，你虽是太后身边之人，但你心术不正，行迹可疑，心怀妒女，哪怕只有一丝可能，朕也绝不能姑息。来人，拖去慎刑司严查审问。来，不要，皇上！慢着，母后，皇兄，本王愿以名誉担保，叶瑾绝不会是下毒之人。刚才宝珠姑娘说，叶瑾姑娘是因为名分而嫉妒，于本王看来极为可笑。本王对于心悦的女人从不吝啬名分，从一开始不想要名分的是她。只要她点头，别说一个侍妾的位置，就算是福晋，又何妨？我14弟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皇兄，臣弟的每句话都说得很清楚。他只是个宫婢，他怎配？都是皇家奴才，是宫婢是贵女，与本王又有何分别？只要本王认定，本王说他配，他就配。母后，皇兄，叶瑾无辜，请还他一个清白。若真要问责，本王愿与他一同承担。哀家也相信叶瑾不会行此等之事。你们都退下，哀家有些话想跟宝珠单独聊聊。是。今日之事，多亏王爷出言相助。若非您开口，现在奴婢恐怕已经在慎刑司受审了。本王并不是为了帮你，而是帮我自己。本王知道你是无辜的，但本王并不想娶佟家宝珠，正好借着今日之事将婚退掉，免了烦扰。恐怕得让您失望喽。失望？你是知道些什么？不知道。本王今天刚刚救了你的命，你就算报答本王的救命之恩，你也该跟本王说出实情。哎呀，我是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容易结束。我觉得啊，佟家宝珠对您情根深重，性格呢又如此执拗，他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。我觉得您还是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吧。随他吧。传球争宠总算是上演了，对不起啦，小柔姑娘，今日这宠你可是争不到呢。来，哎呦，小姐姐，等一下。
奴婢见过萧贵人。那就一起玩吧。哦，谢谢萧贵人。贵人，今儿御花园怎么格外热闹？回皇上，想必是这新入宫的圣女在御花园戏耍。好慢点儿。小姐姐，快啊！这边啊，小姐姐。来，给我，来吧。哎，皇上小心！哎呀，萧贵人，这奴婢还有事先回慈宁宫了。姐姐怎么办呀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嫔妾见过皇上。你不是前段时间竞选秀女时那位？皇上，这位小主就是之前面圣时引来蜜蜂的惠常在。爱妃可有受伤？哎，你这篮子里是何物？谢皇上怜爱，嫔妾无恙。嫔妾采摘一些芍药，入馔既可养气，又添香。你年纪不大，倒是识花识时。妾曾在父亲书斋旁偷听过本草，不才识得几种花药，偶有用处。难得你一个女子竟然如此博闻强志。你平日里喜欢读些什么书呢？嫔妾喜欢读诗。哦，喜欢什么诗呢？嫔妾喜欢的诗很多，但今日此情此景，倒是叫嫔妾想起一首偶然见过的小诗：对酒吟诗花劝饮，花前得句自推敲。九重三殿谁为有？皓月清风作气娇。这不是皇上当年花下偶成的诗作吗？你怎知此事？嫔妾偶然在一旧书房中看得，便记下了。看来朕与惠常在倒是有几分机缘。主线剧情完美触发，那女主看对眼，至少提前了3年。yes！ 哎呀，这个狗皇帝天天看我不顺眼，治我的罪，我还得替他操心感情生活，我可真善良。回家精彩啊！了。奴婢见过十四爷。今日这一局，堪称后宫典范，只可惜太过于精密。若没些先知先觉的本事，怕是做不了这件事儿。奴婢不知道十四爷在说什么。哦，是吗？那本王给你讲个故事。本朝啊，曾经有一位国师，他说他受到了仙人的眷顾，能够有预测未来的本事，而后也为父皇预测了很多事儿。我的父皇也听他预测了很多事儿，最后也都得到了灵验。我想你应该是和他一样的人吧？我啊，怎么可能？预测未来，我这十四爷刚看到的应该都是巧合。是吗？嗯，皇上的行程你能精准掌握，秀女们在御花园传球的时间和地点你也都清清楚楚，就连绣球掉落的位置你都掐得那么准。你跟本王说这是巧合？我运气可太好了。本王第一次见到你时，你便向本王预测了太后的病。本王那个时候没觉得什么，以为只是巧合，但后面发生的一桩桩事，让本王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。我的秘密？
我哪有什么秘密啊？太逗，我没有秘密。跟本王来。我是真的假的？这是本王的暗卫调查的卷宗，你看看。6月初7，叶瑾揭穿秀女云溪给秀女智慧下毒，致使云溪被打入冷宫。6月初8，叶瑾游说兰贵妃设宴立威。6月初9，秀女柳眉因在宴上与兰贵妃顶撞而被体罚。6月初10，秀女萧柔因胭脂过敏而毁容。期间，叶瑾出入了她的寝宫。你派人监视我？不错，因为本王看不透你，本王想知道你到底是谁。我当户部可查，年龄、籍贯、家人、入宫年份都有迹可查。卷宗可以造假，但一个人的气质造不了假。从本王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本王就知道你与众不同，而这些卷宗也证明了你不对劲。你对付那些秀女的手段看似平常，实则每一步都精准无误，跟提前知道了一样。比如今日的绣球争宠。哎呀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本王虽知道了你的秘密，但本王并不想怎么样。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本王可以为你保守这些秘密。若你想保守秘密，这个卷宗就不会出现在我面前。其实是有条件的，对吗？果然聪明。作为回报，你要帮本王解决个小麻烦。什么麻烦？不知道额娘和佟家宝珠又聊了些什么，额娘非要她做本王的福晋，不日还要传她进宫，但本王已无以敷衍，你得帮本王想个法子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常在钮祜禄氏，柔嘉淑顺，风姿雅乐，淑慎性诚，柔嘉为则，深得朕心，特晋封为贵人，钦此。小主，您瞧，这件苏绣的下衫用的是今年新进贡的云锦绸，这色泽最衬您的皮肤了。这盒里的是并中翡翠手镯，水头清透，您戴上一定好看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御膳房方才送来的新炖血燕，说是皇上亲口吩咐让您补补身子，皇上对您真是疼得紧。摆着吧。小主，您为何闷闷不乐？您昨夜侍寝便一举晋为贵人，今晨皇上便下了3道赏，应该高兴才是。没有不高兴，只是有些乏了。惠贵人，贵妃娘娘命奴婢送红钗1对，给惠贵人贺喜。端妃娘娘遣奴婢送来护身玉佩1对，愿惠贵人福体安宁，前程似锦。多谢2位娘娘赏赐，只是智慧资历尚浅，受不起2位娘娘的厚爱。烦请2位回去转告娘娘们，智慧心领，赏赐是万不敢收的，还望2位娘娘恕罪。是。小主，您为何不收2位娘娘的礼？万一得罪了他们。兰贵妃和端妃向来明争暗斗，今日却一起来送礼，怎会如此之巧？我若是收了一个，便会得罪另外一个；若是2个都收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还不如都去了干净。好你个惠贵人，
本宫一番好意，你竟不领情，真是不识抬举。娘娘，您看，他连兰贵妃的赏赐都推了，倒也算持重谨慎，起码还未向兰贵妃投诚。如今这些新晋秀女，一个个争着巴结兰贵妃，完全没有把本宫放在眼里。好不容易有个惠贵人，竟然是个清高的。如今本宫月份大了，不方便侍妾，难道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兰贵妃一宫独大？奴婢觉得，与其费心拉拢那些不知根底的人，不如扶持自己人。自己人？你指谁？娘娘还记得那个叫做柳梅的秀女吗？她因病错过初选，至今无位无宠，心里早就七上八下。若是这个时候娘娘能够拉她一把，她必定誓死效忠娘娘。柳梅，本宫好像记得她，长得不差，但是不够聪明。不够聪明才好。她的父亲是当年辅佐大人起家的旧部，至今仍在军中效力。他一家子的命脉早已捏在娘娘手中。这种人啊，省心省力，最能为娘娘所用。你说的有理，明日让他来见本宫。是。回娘娘的话，那位惠贵人受宠，倒不是因为姿容，而是因为才情。她与皇上在一起时，经常吟诗读书。哦，她都吟些什么诗，读些什么书啊？吟诗奴才不懂，但书……哦，最近在读《汉书》，那惠贵人与皇上说什么汉武帝与窦太后的故事，皇上听得入迷，还夸贵人通古识今，是谓知音。汉武帝与窦太后，哼，有趣。皇上与太后母子之情本就微妙，竟有人敢拿来讲典论今。哼，胆子可真不小。若是太后听见了这些话，会作何感想？你再设法将那日的原话添枝加叶传得清楚些，若能叫太后动怒，赏赐少不了你的。奴才明白，奴才这就去办。才情，后宫最不缺的就是才情，缺的是识时务的人。皇上，今儿晚上去哪位娘娘宫中歇歇啊？朕去寻惠贵人说说话。回皇上，惠贵人这几日被太后下令禁足了。禁足？为何？说是触犯了宫规，具体缘由太后并未言明。皇上，兰贵妃今儿又遣了婢亲送汤羹来，您已经有旬日未曾移驾贵妃宫了。走吧，就去他那儿吧。这……碧清，还有什么事？皇上，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碧清也不通报一声。是朕不让他通报的，朕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？哼，惊吓还差不多。皇上冷落臣妾许久，
怕是连臣妾的宫门朝哪边开都忘了吧？这夜深人静才来，是哪位贵人不留您过夜了？唉，既然爱妃如此不留情面，那朕便不打扰了，回前殿去便是。既然来了，就休想臣妾放过你。朕近来确实政务繁多，每日批阅奏折，心头烦扰。今夜稍有空闲，便想起许久未见爱妃，心中甚是牵挂。臣妾还道是哪位新人迷了您的眼，连臣妾长什么模样都不记得了。忘了谁，也不会忘了你呀。你可是朕的兰贵妃，怎可轻易被替代？油嘴滑舌的。夜深了，陪朕歇下吧。真儿，夜半三更，你带人来此做什么？啊，碧青姐姐，是我。皇上在贵妃这儿吧？我有要紧事要禀报，事关主子娘娘安危。皇上与贵妃娘娘已歇下，规矩你是忘了。夜里擅扰圣驾，该当何罪？这端妃娘娘动了胎气，腹痛不止啊！你们就会这一招了是吧？腹痛不止，你找太医呀，找皇上有何用？还愣着干什么？送真二姑娘回去。皇上，请您去看看端妃娘娘吧，端妃娘娘腹痛不止。皇上，住嘴！惊扰了圣驾，你担得起吗？何事喧哗？回皇上，是端妃娘娘宫里的真儿哭喊着要求见圣驾，说是端妃娘娘动了胎气，恐有不测。皇上，这奴才的话一向张狂，未必可信。再者，不是还有太医吗？端妃有孕在身，朕理应去看看。爱妃早点歇下，朕去便回。娘娘，都怪真儿那个小蹄子，奴婢拦都拦不住。皇上。听闻你腹中又觉不适，朕特地过来看看，可召了太医？妾身无碍，只是胎象不稳，惊动了圣驾，实在惶恐。你怀了身孕，最要紧是养好身子，其余的事不必多操心。皇上夜来辛苦，妾特地煮了碗莲子羹，里头的莲子还是妾亲手包的。几日不见，爱妃这宫里头又添了宫女。皇上，妾身是住在侧殿的柳答应。既是侧殿的人，为何入夜还在这里？入宫之时没有学过宫规吗？皇上，是臣妾让他来的。如今妾身卧床养胎，实在难得适逢圣上。柳眉既是我宫里的人，心性规矩皆属上乘。
若皇上不嫌弃，妾身可以请他去偏殿伺候，也算是妾身尽一番心意。你倒是想得周到。给端妃娘娘请安。皇上呢？走了？回娘娘话，皇上天未亮便起了，司喜公公服侍着出了殿，未曾多言。可有给你什么赏赐，或者升位分？未曾。奴婢说要替皇上更衣，皇上摆手说不必了，让我再去睡一会儿。奴婢也不敢多扰。你呀，也是真心实意的可爱。皇上一句不必，你便真的先歇息了？你应该自己上前一步，让皇上知道你对他有情意，有依恋，不然皇上怎会记得你是谁？那我罢了，本宫就再帮你一次，替你讨个位分来，可好？如今你住在本宫偏殿，又侍过寝，该有个常在的位分，才配得上你了。多谢娘娘提携之恩，臣妾日后为娘娘马首是瞻，以后定为娘娘效死力。只要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。他才初次侍寝，娘娘给他讨的位分是否太高了些？这后宫二分天下，本宫与这兰贵妃素来势不两立。如今本宫有皇子傍身，这后宫自然是本宫的天下。本宫此举就是要让这些新来的小主子们好好瞧瞧清楚，谁才是这后宫之主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答应齐家事，殊甚性诚，勤勉柔顺，晋升为常在，钦此。谢皇上恩典。恭喜啦，柳常在。公公，请笑纳。这不折上了老爷呀？那恭喜柳常在。好一个端妃，竟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玩这套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哼！如今柳眉得封常在，感念端妃提拔之恩，处处唯命是从。端妃更趁机拉拢秀女，那些新进宫无宠的小主们也隐隐以她为首。长此以往，只怕后宫的风向都要变了。富察氏这些年仗着自己一股子温婉模样，装的可真像，宠不过本宫，全不及本宫。借着那点子胎气，倒真想步步登高了。哼，那咱们这边是否也要实些恩惠？总得让那些小主尝点甜头。
也好稳住人心。他如今有孕在身，不能侍寝，自是需要有人替他承宠。可本宫凭什么将恩宠拱手让人？他这一胎，日子还长，本宫定要让他好看。是。姐姐，这几日姐姐闭门思过，这膳房啊，怕是没有往日殷勤。我呢，就从太后的小厨房给你顺了点糕点，全当是她老人家赏你的。难为你还惦记着，我抄了这半日佛经，倒是真有些饿了。尝尝，好吃吗？看你如此沉得住气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过闭门思过而已，我若沉不住气，岂不正中旁人下怀？说得好。我呢，听你打听过了，在太后召你训话之前，是一个小太监在她面前搬弄是非。这个小太监呐，是兰贵妃的人。果然是他。这招借刀杀人倒是用得巧妙。哦，还有件事，这几日呢，皇上又新封了一个常在，是柳眉，端妃一手扶持的。你这边风头刚落，他那边就立了个新人。这端妃怕是不想给姐姐翻身的机会了。倒是稀罕，端妃竟也出手了。这后宫斗得如火如荼，我就暂且避一避风头吧。没错。